4月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可能与俄罗斯就解决冲突问题展开谈判。俄罗斯问题专家张红对知新闻分析称，这表示乌克兰的立场有所软化，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西方的经济制裁、外交施压和军事援助并没有让普京后退，反而将危机拖入持久战、消耗战。单靠军事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难度和风险不断上升，而战争持续时间越长，乌克兰承受的损失就会越大。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是借此为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会议做外交上和政治上的铺垫。据报道，瑞士乌克兰和平会议是应基辅当局要求举行的，将有逾100个国家参加，拜登也在被邀请之列。对于会议成果，泽连斯基表示很乐观，称会议很可能达成一份至少包含3项待考虑条款的文件，然后乌方会找合适时机转交敌方并与之讨论。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一场旨在调节俄乌冲突的会议，俄罗斯作为当事一方却没有收到邀请。对此，4月11号，普京在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谈时就表示，在俄罗斯看来，如果没有俄方参与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主题会议，就是一场怪胎秀。他还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以和平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但拒绝被强加脱离现实的乌克兰和平方案。而对于和谈为何迟迟无法推进，普京就专门谈到了2022年伊斯坦布尔谈判破局的经历。有媒体报道称，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斡旋下，双方谈判代表于2022年3月底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首次直接谈判，双方随后就开始起草和平协议草。当年4月15号，基本上就结束战争的条件达成了一致，只有少数几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报道称，乌克兰承诺永久中立。此外，基辅承诺避免举行有外国参与的军事演习，也避免参与任何军事冲突。作为回报，俄罗斯承诺不再攻击乌克兰。为了让基辅确信这一点，莫斯科同意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全面的安全保证，但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港不在安全保证范围内。报道还引用一名时任乌克兰谈判代表的话说，这是我们本可以达成的最好协议，但是就在距离和平只剩最后1里路时，西方出手了。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оже было парафировано, эта бумага была парафирована,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Ну, как вы знаете, потом под давлением Запада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отказалась от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Напомню, что тогда нам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нельзя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документ, Украина не может подписывать с пистолетом у виска, нужно отвести войска от Киева. Мы это сделали. Сразу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ы это сделали, наш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ыли выброшены в помойку. Но теперь, как вы знаете, продвигается идея провести какую-то конференцию в Швейцарии. 据报道，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2022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曾致电泽连斯基，警告他不要与俄罗斯进一步谈判。在之后的4月9号，约翰逊突然访问基辅，并向泽连斯基传达了英美对俄乌和谈的看法，认为乌克兰必须打下去，不该与俄罗斯达成外交停火协议，而是要让俄军彻底离开乌克兰。3天后，俄乌之间就停火协议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此前曾斡旋俄乌冲突的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也曾回忆到，在斡旋期间，和谈曾一度接近成功。那时他从普京那里得到了政治承诺，随后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了泽连斯基，后者当时也松了一口气。但当贝内特兴致勃勃地向华盛顿传达这一信息时，白宫的态度让贝内特感到非常惊讶。布林肯、沙利文等人告诉贝内特，他们还想让乌克兰打下去，进而削弱俄罗斯。4月19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首次披露了当时伊斯坦布尔条约的部分条款，表明俄乌曾商定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适用于乌克兰，但不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如果这些地区受到攻击，则双方之间的协议将立即取消。此外，俄乌还就不得在乌克兰领土上建立任何军事基地达成共识。
拉夫罗夫的这个表态呢，实际上暗示这个如果满足俄罗斯的某些安全诉求俄罗斯对于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仍然是持一种开放态度，实际上也是显示出为了实现乌克兰的和平，俄罗斯呢也存在一定的政策上缓和和让步的空间。美西方加码对乌援助，俄罗斯吸取教训，要边谈边打，吃苦。Военные, разумеется, будут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таких планов, будут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ситуацию и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будут дела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ответные шаг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наш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近段时间以来，俄乌呢都在释放出一些谈判的信号。那么我们说呢，任何战争其实最后都需要一个政治解决。无休无止的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是胜利者。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政治解决的条件才能够逐渐具备呢？陈女士怎么观察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和北约愿意推动乌克兰方面去参与政治解决，那么北约会不再东扩吗？还有乌克兰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可能要划归给俄罗斯，这是俄罗斯肯定不会放弃的。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能够变得去军事化吗？对于美西方来说的话，他们的政治目标就是不断的削弱俄罗斯。美西方它的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无限的削弱，到底那个底线在哪里？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厘清的话，那么政治解决，我觉得他们自己这边的挑战也很大。当然，政治解决还有一点就是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就是成本过于高昂，所以他们可能会进入一个政治解决。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整个现在乌克兰危机的一个解决，就像拍电影一样。那泽连斯基他就是这场电影的主角，他能不能继续的拍下去，那就要取决于他背后的这些出资方或者制片人能不能给他继续的投钱了。如果不投钱了，那泽连斯基这个电影他就演不下去了，所以说他就会进行这个相关的谈判。那么在我看来，真正的实现双方进行和谈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因素，就是出资方或者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能不能真正的实现。6月15号到16号将在瑞士召开俄乌冲突的和平会议，这个和平会议能够开出名堂来吗？孙先生，在瑞士举办的这个乌克兰和平会议，它的背后是美欧进行主导的。他提出了一个俄乌和谈的条件，就是让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出所有的军队。那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其实它只是站在了乌克兰一方，而忽略了俄罗斯对于俄罗斯战略安全利益的条件的一种附加。那么可以说，整个在瑞士举办的这个乌克兰安全会议背后酝酿的是利用乌克兰这个和平峰会拉上美欧，形成再一步的对俄战术上的这样的一个打压。如果这次会议排除俄罗斯方面，那么应该说就是不可能指望得出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恐怕也要警惕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倾向，就是说把这种所谓的政治和谈的会议也当成是一个大国博弈的一个所谓的新的工具，就是压服你，必须要进行这种表态。如果是在这种和谈过程中，各自都抱有自身的这种战略目标、战略目的，甚至也有自己的所谓的背后的这种算盘，甚至还有各种这种拱火的这种手段，以及这种什么利益的这种博弈，恐怕这个就很难往前。中方一再表示乌克兰危机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也不要试图把它变成中美之间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就有点担心呢，就是这俄乌冲突久拖不决，它的外溢影响会越来越大。这个外溢影响可能表现之一就是美西方最近呢，他们也都在炒作所谓中国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这样的一个议题，这其实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呢，他们要炒，为什么？陈女士。
是因为在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美西方并没有讨得便宜，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希望彻底的切断俄罗斯和中国。其实俄罗斯被西方制裁，那个它的市场腾空出来，中国进入俄罗斯市场以外，还有大量的东南亚国家，还有印度，其实不止中国。但是呢，人家就是欲加之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就盯着中国，就不让我们去发展和正常的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哈。第二点呢，它是背后有一个后招，是威胁要制裁中国，尤其是制裁中国的银行系统。这个是目前中美之间金融战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非常擅长制造一个概念，然后通过这个概念，然后跟中国进行博弈，要不然问我们要价叫价，要不然就是打压我们。所以现在的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这是一个新的